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中国这两省刚刚收到习近平警告。法国《世界报》，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勒梅特 （Frédéric Lemaitre） 周二在他的专栏中指出，在中国成问题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国好几个省市的财政困难正在重新引发人们对公共债务的规模到底有多大的担忧。勒梅特首先指出，在中国，当习近平专题前往某一个地方去看看的时候，媒体的用词都是主席去某地视察了，而不是去某地访问了。而且，当习近平视察的时候，他挂在嘴边的话始终如一，这就是要加快现代化建设。目前有2个省份刚刚受到了警告，一个是北京周边地区的河北省，另一个是习近平5月中旬视察的陕西省。这些地方的领导人如果还享有升职的机会的话，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勒梅特表示，中国做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拥有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中国是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建造者古斯塔夫·埃菲尔后继者的天堂。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如果说在美国让人担忧的是巨额的联邦债务的话，那么在中国让人担忧的则是地方债务。有3个地方都刚刚因债务敲响了警钟。5月26日星期五，武汉市在当地的地方性报纸上公布了一份包含有259家企业的名单，其中既有私营企业也有国有企业，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欠武汉市的钱。武汉市是扭住这些企业的耳朵，要他们偿还债务。这些企业欠债的总额达到了3亿元人民币。专题：武汉市在报纸上要求这些企业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早在2月份，可能是为了省钱吧，武汉当局已经试图减少返还给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并引发退休人员2次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这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在武汉市公布欠款的企业名单前几天，云南省会昆明因无法按期偿还2笔合计 1.58 亿欧元的贷款而令投资者担忧。4月份，则是贵州在向北京求助。最近几年，贫穷的山区省份贵州为了让自己不再封闭而建造了几座壮观的桥梁和高架桥，可今天他却无力偿还估价为1580亿欧元的债务， 9.2万亿欧元的隐性债务。勒梅特指出，中国各省面临的一个真正的困境是，一方面他们被要求无节制的投资，另一方面他们的借贷能力是有限的，且是由北京当局来设定的。为了规避困难，他们创建了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LGFV。 他们通过这个工具在金融市场上获得的贷款不会记录在公共账户中。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这种隐性债务让北京担忧，北京当局在2017年时就承认了这一现象。现在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地方政府融资工具。2018年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就不再系统性的对他们进行统计了，可能是为了不必合并他们，也不承认是自己的债务。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2年估计，这些隐性债务的总额达到 70.4 万亿元人民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认为，这些隐性债务的金额在2027年之前可能会翻一番。根据投资银行高盛，如果把隐性债务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的公共债务将是23万亿美元，是其 GDP 的 126%， 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 77%。 中国没有破产。北京或广东等最富裕的省市声称自己在2022年以来没有隐性债务，但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复杂了。那些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正在与国有银行进行谈判，以重新安排他们的债务到期日。然而，在实施新冠清零政策的3年中，经济增长的放缓、房地产的放缓、对经济活动提供的支援以及卫生政策，这些都对公共财政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国家已经说了，并一再重申，国家是不会说明地方政府的，但投资者们根本不相信。可以肯定的是，许多省份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民调：若美中未抬起冲突，62%欧盟人会冷眼旁观。欧洲外交关系协会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今天发布来自11个欧盟国家的民调显示，多达62%受访者希望自己国家在美中为台湾专题起冲突时保持中立。
立陶宛外交部次长聂刘贤娜在论坛中回应，他相信危机真的来时，人们心态会改变。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 今天举办年度论坛并发表最新民调。这项民调在4月间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典、西班牙、奥地利、丹麦、匈牙利和保加利亚11国进行。当问及若美国和中国因台湾而陷入潜在冲突时，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该如何反应？结果11国民调平均有 62% 认为应保持中立， 23% 认为该支持美国， 10% 答不知道， 5% 支持中国。其中瑞典、波兰和荷兰支持美国占比都超过30%，匈牙利、保加利亚希望中立者超过70%，中立国奥地利则有 80% 要保持中立。在相关论坛中，讲者们对此调查结果表示意外，但去年曾率团访台的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聂刘贤呢 Jovita Niliapsin 则说他对人们有信心，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人们将会改变心态，就像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欧洲人展现的支援，因此政府决策者仍应为台海情势做好准备。该民调也询问11国民众如何看待其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结果平均 43% 认为中国是需要的伙伴， 24% 认为是需要去竞争的对手， 11% 认为是敌人。合计对手和敌人的占比，德国和瑞典都达 50%， 法国和丹麦是中国为对手或敌人的比重也超过伙伴关系，但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西班牙则有过半倾向伙伴关系。不过，一旦中国提供俄国武器弹药， 43% 的人主张欧盟应对中国祭出经济制裁，明显多于反对的 33%。该民调报告人普列林 Jana Pagliarin 解读，军援俄国就是欧洲人对中国立场的红线。对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及投资关系，平均 21% 认为具风险， 28% 认为利大于弊。美国国务院制裁协调办公室 Office of Sanctions Coordination 主任欧布莱恩 Jim O'Brien 表示，人们对安全的概念应有更广认知，我们不再活在一个多贸易等于好贸易的时代，中国侵略台湾将充几两的产品供应全球，影响所有人。他认为当前重要的是对地缘政治情势建立因应能力，包括北大、专题、西洋公约组织 NATO， 要求成员国紧速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2% 以上，就是基于此理。在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上， 47% 认为有利， 15% 认为有风险，但也有多达 74% 认为欧洲在防卫上不能总是仰赖美国，比2020年同一题调查结果 66% 提高不少，反映俄乌战争的影响，同时呼应美国政府想更投入亚洲事务，希望欧洲多为本身安全负责的发展背景。曾任西班牙外交部长，现任巴黎国际事务学院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院长贡萨雷斯·拉雅 Arantxa González Laya 从民调反映归纳欧洲人的心态，对俄国强硬，对中国微妙，对美国现实。苏纳克会见拜登，将英国定位为全球技术领导者。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提出了一个3管齐下的宏伟计划，将英国定位为全球技术领导者。这是他首次正式访问美国。苏纳克作为首相的首轮旅行是前往欧洲首都，修补与法国的关系，确保欧洲委员会能够与他的政府在关键政治和贸易问题上合作。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处理。苏纳克于6月6日抵达华盛顿，这是他作为首相首次对美国进行的正式访问。他的议程聚焦于英国作为技术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苏纳克将提出一个3方面的宏大计划。首先，英国将于今年秋天在伦敦举办一次国际人工智能峰会。其次，他提议建立一个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全球人工智能监管机构。第三，他希望在森的保护下启动一个国际人工智能研究机构。森是一个于1954年成立的欧洲机构，致力于研究粒子物理学和深地下中微子实验。美国是一个准成员，旨在加深与这些科学家的合作。尽管英国在脱欧后失去了在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的成员资格，但他希望在跨大西洋的世界中保持其科学和治理平台。苏纳克的及时提议很可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他的项目将与美国科学家和投资者共同实施。苏纳克还将汇报英国的关键矿产战略，该战略概述了政府改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计划和增加英国供应安全性的计划。自从在2022年7月发布初步报告以来，政府已与工业界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以增强国际市场，加快英国国内能力的增长，并与国际合作伙伴合作。苏纳克会让机器人照顾祖母并教他的孩子。英国独立报，苏纳克 Rishi Sunak 乐意让机器人照顾他的祖母或教育他的孩子，他将英国置于人工智能 AI 监管的核心位置。苏纳克表示，科技的进步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并将继续如此。他对 ITV 新闻表示，政府的职责是确保我们能够获得这些好处，无论是在药物研发还是其他领域，但同时确保我们保护自己免受技术带来的明显风险。当问及他是否能够接受机器人照顾你的祖母或教育你的孩子时，苏纳克回答说：“是的。”此前，英国科技部长保罗·斯卡利 （Paul Scully） 警告称，人工智能可能创造出一个反乌托邦，而一名政府顾问则表示 ，AI 可能在2年内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杀死许多人。苏纳克在美国与拜登总统会面，预计将讨论人工智能监管、美国的通胀减少法案、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保护好莱坞协议。他还告诉 Talk TV， 在美国期间他宣布了140亿英镑的新投资，这对国家来说是好事，但同时我们如何发展我们的经济关系，以保护我们的公民免受经济方面面临的新威胁。推特上的塔克第1集的观看次数超过7000万。国会山报，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在 Twitter 上的新节目首播获得了数千万次观看。这段长达10分钟的视频于周二晚间发布，到周三中午时已经获得了约7300万次观看。尽管这个数字并不表示有多少个体用户观看了该视频或观看时长。Twitter 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在卡尔森的视频发布几个小时后谈到了这个事实，并对卡尔森的启动表示赞赏。马斯克说，实际的观看次数被低估了，因为它不包括我们的 API 的任何内容，例如你在谷歌搜索结果中或在彭博终端上看到的推文。他在赞扬自己的平台之后，承认了一点，他只是统计了你是否在 X Twitter 应用程序或通过 Web 浏览器上看到了这个帖子，并不计算你观看了多长时间。卡尔森的视频中，他坐在桌子后面，对着一台摄像机讲话，对新闻媒体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表示不满，并声称美国政府知道外星人的存在，还有其他一些思考。在被离职后，卡尔森表示他希望在 Twitter 上推出他受欢迎的观点节目的新版本。该节目平均每晚观众约300万人次，原因是马斯克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卡尔森在平台上的第一个视频结束时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到了 Twitter， 我们希望这里将成为被毯子掩盖的短波无线电。我们被告知这里没有守门人，如果事实证明不是这样，我们会离开。但在此期间，我们很感激能在这里。航班取消或延误，索赔的方法。英国每日电讯，乘坐欧盟或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进出英国或欧盟机场，或乘坐欧盟或英国航空公司的其他地方旅行的航空乘客，如果他们的航班被取消或延误3小时或更长时间，则有全获的赔偿，除非延误是由自然灾害或空中交通管制限制等特殊情况造成的。根据《独立报》的报道，遭受延误的乘客有权获得以下赔偿：短途航班220英镑，282美元；1500至3500公里长的航班350英镑，而超过3500公里的航班延误3到4个小时的乘客应获得520英镑。如果航班延误超过5个小时，客户有权在7天内获得全额退款。航班延误导致他们错过转机的乘客也有资格获得赔偿。赔偿要求可以在飞行后6年内提出，尽管航空公司试图将索赔限制在2年内，那些索赔被航空公司拒绝的人可以向民航局或航空公司的替代性争议解决计划提出上诉。索赔人也可以选择将英国航空公司告上法庭，无论是自己还是使用不赢、不收费的专业服务。旅行保险也可能为长时间延误提供赔偿，但金额通常很低。预计今年夏天将给整个欧洲的机场、航空公司和空中交通管制带来压力，对乘客造成干扰。一些团体今年已经罢工，包括机场安全人员、
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边境部队。英国航空公司和机场电子登机口的 IT 故障也导致了长时间的延误和取消。野火烟雾随着空气品质恶化，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佳方法。多伦多星报，加拿大预测，由于森林火灾烟雾，空气质量不良将持续到周末。周三早上发布的特别空气质量声明指出，魁北克和安大略东北部的森林火灾烟囱导致空气质量恶化。截至周三上午10点，多伦多的空气质量健康指数为4级，意味着对健康存在中度风险。然而，预计到周三下午，该指数将攀升至7级，表示高风险。烟雾和污染料预计将在周四进一步恶化，因为风向预计会改变，将更多魁北克野火的烟雾带到大多伦多地区。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的空气质量指数将在那天攀升至9级。在整个州内都有烟雾的情况下，以下是如何保护您和家人免受有害污染的一些建议。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孕妇和有肺部或心脏疾病的人群来说更为重要。在户外戴口罩，推荐使用贴合鼻子和嘴巴的 N95 口罩。如果无法获得 N95 口罩或频繁摘戴不便，也可以使用标准的外科口罩，尽量减少吸入颗粒物。关闭所有窗户和门，减少室内进入的污染物数量。如有不适，可以暂时前往有清洁凉爽空气的地方。安装带有 HEPA 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确保过滤器容量与空间的体积相匹配，主要安装在您经常使用的房间。限制使用厨房和浴室排气扇，因为它们可能会将外部空气吸入室内，包括烟雾。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您可以减少与烟雾相关的健康风险，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注意，空气质量可能会随时变化，定期检查当前水平以确定最佳的通风时间。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